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一个倒霉的小伙子接连走运发了大财，没想到这小伙子发财之后，却把自己的丈母娘给赶出了家门，自己媳妇都劝不住。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，不要丈母娘的女婿。这个故事发生在王家庄里，在庄里有个名叫王有才的书生，小伙子性格温和，长得是一表人才，而且还非常的有学问。他们家里在城里还开着铺子，生活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来王有才家里的提亲的人也不少，但都让王有才的老爹王四海给回绝了，因为他早就给他儿子定下了一门娃娃亲。女方家里是他生意上的好朋友张富贵的闺女张秀娥，秀娥姑娘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模样长得也十分的漂亮。王有才比秀娥年长2岁，他们两家都等着秀娥成年之后，把两人的婚事给办了。可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叫花500日红人500日好。就在这1年的时间里，两家人都遭到了重大的变故。首先是王四海的新铺子投资失败，原本富裕的生活一下子就变得落魄起来。他的好友张富贵得知情况之后，有心想帮自己的好兄弟，但自己却不幸染上了疾病，这光吃药看病就花费不少，就没有能力去帮王四海了。这王四海好像是走了霉运了，生意上的事怎么都顺利不起来，投资什么就赔什么，10几年积攒下的身家全给赔进去了。王四海气不过也是生病了，而且他这病是心病，普通药物根本就去不了根。虽然王有才在身边精心照顾，但王四海还是抑郁而终。诺达的王家大院就剩下王有才一个人了。除了这个院子，王四海还给王有才留下来一屁股外债。而张富贵在得知好友去世的消息之后，心里也是悲痛万分，没多久也一命呜呼了。家里只剩下张富贵的媳妇吴氏和秀娥相依为命了。他们2个都是妇道人家，对生意上的事根本就一窍不通，而且之前为了给张富贵看病，城里铺子差不多都当了出去，现在生活也是比较的艰苦的。王有才为了偿还自己父亲之前欠下外债，迫不得已把院子给卖了，勉强这才把外债给还上。卖了房子，王有才就没地方住了。这时候他就想到自己未婚妻秀娥，自己就去秀娥家里寻求帮助，反正自己去求自己未来媳妇帮忙，这也没啥丢人的。等王有才到了秀娥家里之后，把自己情况这么一说，吴氏顿时就不高兴了，说道：王有才，你咋想的？还想投奔到我们家？你也不看看我们家现在是啥情况，为了给老爷治病，现在是家徒四壁，哪里还有闲钱养一个男子吃闲饭呢？秀娥听后就劝说自己母亲，怎么说王有才也是自己未来的丈夫，现在落难了，咱们能帮一点是一点啊。秀娥不说这个还好，一提这个吴氏就更来气地说道：什么未来相公，这都是你那死鬼老爹和王有才的死鬼老爹商量的，现在他们人都没了，这门婚事也就不作数了。王有才一听就急了，秀娥是自己喜欢的姑娘，不能因为2个定下婚约的人没了，吴氏就不承认这门婚事了。这王有才也不愧是念过几年书的书生，想了一下就说道：自己和秀娥的婚事是2家家主生前定下的，不能说这人没了，这婚事就作废了。何况自己和秀娥的婚事在2个庄子人人皆知的事情，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家境落魄，你就不承认了。这要是传扬出去，对你们家的名声可不好，对秀娥的名声更不好。王有才不愧是伶牙俐嘴的书生，一阵话对得吴氏没了道理。不过吴氏本就不是一个善茬，而且还有些嫌贫爱富。王有才以前家境好的时候，
他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的。现在这小子家境败落，而且还无家可归，现在还想着把自己如花似玉的闺女给娶走，门都没有。现在自己家里也没落了，吴氏就指望自己闺女能嫁进一个豪门富户，自己也好继续过着富太太的生活，怎会如此轻易地把秀娥嫁给王有才呢？想到这里，吴氏就说道：想娶我闺女也行，不过这彩礼还得按之前说的办，嫁妆什么的都得要最好的。你要是能做到，我当然会同意你们的婚礼，你要是做不到，我闺女就不能嫁给你。王有才听后为难地说道：现在自己家里落难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彩礼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吴氏听后没好气地说道：王有才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我为难你？你也知道你现在落难了，你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了，拿什么娶我闺女？总不能你们成亲之后，让我闺女跟着你露宿街头吧？秀娥听后就说道：母亲，有才哥文采斐然，今后定会考中状元的，咱们就当帮帮他吧。吴氏听后就说道：考时考，他有盘缠进京吗？老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，闺女你要是嫁给了他，今后你们可怎么生活啊？我这都是为你好啊。王有才见吴氏如此看不起人，扭头就想走。王有才也是有自尊心的，他想着等自己日后挣钱了再来迎娶秀娥，吴氏就不会是这种脸色了。秀娥见劝不住自己母亲，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见王有才真的要走，吴氏顿时心中一动，自己闺女刚才说的也是有几分道理的，这王有才是有真才实学的，万一以后真的高中了，自己不就白白失去了一个当官的女婿了吗？可万一这小子考不上，自己闺女不就跟着他受苦受穷了？他们两个的婚事是老爷生前定下的，自己要是强制拆散的话，到时候庄子里肯定会有很多人说自己。吴氏也是个好面子的人，所以他就想让王有才自己知难而退，这才说出了彩礼方面的要求。但这要是传出去，大家伙估计也得说自己。现在吴氏心里十分矛盾，既想让王有才知难而退，又不想让大伙在背后戳自己的脊梁骨，于是就说道：王有才，你要是真的喜欢我家秀娥，想娶她的话也行，就是得入赘到我们张家，当我们家的上门女婿。吴氏心想，这当上门女婿可不是什么男人都能接受的，尤其是像王有才这样的读书人，自己让他当上门女婿，这也不算违背自己老爷的约定。如果以后这小子上了门，以后在高中的话，自己可就享福了。如果这小子考不中的话，自己也可以把他给赶出家门。想到这里，吴氏心里对自己很是佩服，会想出如此好的办法。不管王有才答不答应，自己都没有任何损失。吴氏本以为王有才会不同意的，毕竟没有那个男的想当上门女婿的。可让吴氏没想到的是，王有才想了一下就同意了，毕竟他实在是太喜欢秀娥了。就这样，王有才成了张家的上门女婿了。本来吴氏的算盘打得挺好，王有才要是以后高中了之后，自己也可以跟着享福，要是考不中，自己就把他给赶走，再给自己闺女说婆家，反正自己闺女漂亮，到时候不愁钓不到有钱的王老五。可让吴氏没想到是，这大考3年一次，还没等到考试呢，自己闺女就怀孕了，转过年就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，家里一下子多了一口人吃饭，生活就更加拮据起来。吴氏就让王有才不要整天看书，一个大男人出去挣些钱财，养家糊口。这结果就是王有才光挣钱养家了，学业自然就拉下了。等到大考的时候，不出意外的是名落孙山。吴氏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心里非常恼怒，怒骂王有才不争气，还把他赶出了家门。王有才让秀娥照顾好他们的儿子，说自己1年之后就会回来。王有才想起这2年在张家受到的种种委屈，
心里也十分的不是滋味。要不是为了自己老婆孩子，自己能受到无视的种种刁难吗？看来这男人必须得有钱。所以王有才这次就是外出经商，想创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。可是这人要是倒霉了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放个屁都能砸到自己脚后跟。王有才目前就是这样，他拿着秀娥给他的一些私房钱，到百里之外的古黄县。之前听他父亲说这里东西都格外便宜，王有才本想着去弄些小东西贩卖，积攒一些钱财的。可王有才刚到卖货的地方，就让一个男子给撞了一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王有才的钱财就让那男子给顺走了。果然，等王有才选好东西想付钱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的钱袋子早已不见了踪影。这个时候他才回过神来，是刚才那个撞到自己的男子把自己的钱袋子给顺走了。想到这里，王有才赶忙朝着那个男子逃跑的方向追赶了过去。可等王有才追过去的时候，那人早就跑得没影了。这刚出来钱就没了，王有才是没脸回家的。这要是让吴氏知道了，指不定怎么说自己呢。想到这里，王有才就对那个偷自己钱袋子的男子痛恨不已，心想自己要是抓了他，肯定要好好的教训那人一番。时间一晃，天色就黑了下来。王有才心情烦闷，出师不利，自己钱都没了，今晚到哪里去住都是个问题。就在王有才思索对策的时候，一个身影从他身边匆匆地经过。王有才仔细一瞧，顿时大喜，这不就是白天偷自己钱袋子的小偷吗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王有才赶紧朝着那男子追了过去。只见那个男子七拐八拐的就进了一个胡同了，王有才也悄悄地跟着那男子进了胡同。进去之后没多大会的功夫，王有才就赶忙从胡同里跑了出来。原来那男子不仅是个小偷，还是个强盗，在一个小屋子里绑了一个小男孩，里面还有他的一个同伙。两人正商议着明天拿了赎金，怎么把这孩子给处理了呢？一个说是杀了免得夜长梦多，一个说是卖了还能换些钱财。屋外的王有才听后是吓了一跳，赶忙悄悄地从胡同里退了出来，然后跑到官府赶忙去报官了。县老爷周大人听后，带着捕快悄悄地到了胡同，把被绑架的小孩子给救了出来。那两个绑匪也被周大人给抓了起来。原来他们两个，一个叫张三，一个叫李四，两人都是城里的小偷。前几日欠了赌债，为了还债，就绑架了城里刘员外的儿子刘天宝。明天他们两个就能拿到赎金了。没想让王有才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，还报了官。王有才这下也算是好人有好报，不仅追回了自己被偷走的银子，刘员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，对王有才也是十分的感谢。一番交谈之下，发现王有才很有才学，就让到自己府上给自己的儿子做教书先生，工钱给的也不低。王有才心想，自己现在正好没有去处，不如先到刘员外家里过渡一下。虽说这只是王有才的权宜之计，但在教书这一块，王有才对刘天宝是十分认真负责的。小家伙的成绩提升很快，刘员外对王有才十分感激。在得知王有才想做生意之后，就把城里的一个铺子交给他打理。王有才虽然是一介书生，但头脑精明，做起生意来也头头是道，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刘员外的铺子打理生意红火。为了报答王有才当初救自己儿子的恩情，刘员外就给了王有才一笔钱财，让他自己去闯荡。王有才也是继承他老爹干买卖的天赋，用了1年的时间就赚了不少钱财。这时候王有才也十分想念妻子和儿子，虽然自己在这1年里没少给秀娥写信，但总也没有收到回信。王有才就决定回老家看看自己媳妇和儿子。王有才就买了不少的好东西回了老家。到家之后1年多没有见面，秀娥抱着王有才失声痛哭。
问他这1年多都干嘛去了，也不说会回家写个信，还以王有才遇到什么危险了呢，让自己的担心死了。王有才听后就疑惑地说道：秀娥，我之前往家里写了好多信呢，怎么你一封都没有收到吗？秀娥听后的委屈地说道：自己一封信也没有收到，自己母亲吴氏认为王有才在外面出了事，回不来了，今天又去找人给自己说没了。王有才听后气愤极了，他这个丈母娘从自己家道败落之后，就一直看不起自己，还趁自己外出的时间，想把自己媳妇再给嫁出去，真是岂有此理。自己写的信估计都是让这个吴氏给拦了下来。王有才猜测的不错，他写给秀娥的信都让吴氏给拦了下来。吴氏不认识字，自然不知道王有才在外面已经混得不错了，从心底里认为他一个穷书生能有什么出息，不过就是一些报平安的信件，吴氏就全给拦了下来。正好这小子不回来，自己再给自己闺女找个好人家嫁出去。王有才现在有钱了，带着秀娥和自己儿子就去城里买了大房子住下了。吴氏到傍晚的时候从外面回来了，心里是非常高兴的，因为经过媒婆介绍，有个富家公子对自己闺女挺感兴趣的，想把秀娥娶回去当小妾，就算是当小妾，也比他们现在的生活强多了。吴氏高兴想把这个消息告诉秀娥，可到家一看，才发现自己闺女不见了，这下可把吴氏给急坏了，赶忙找邻居打听，听邻居是自己姑爷回来了，还把自己闺女给带走了。吴氏心里可气坏了，心里暗骂王有才回来的不是时候，可又听自己邻居说自己姑爷现在有钱了，带着秀娥去城里买房子住去了。吴氏的心里就疑惑开了，心想难道自己的那个穷鬼女婿还真的发了财了，自己到明天得去城里看看。到了第二天一早，吴氏就起身到城里去了，经过一路打听，还真的就找到了一处大院子门前。吴氏敲门之后，心情是非常忐忑，没一会的功夫，门就打开了，开门的正是自己的闺女秀娥。见到秀娥住进了这大院子，吴氏心里美坏了，看来王有才是真的发达了，这下自己可以享福了。可让吴氏没想的是，王有才见是吴氏来了之后，直接就把他给撵出了门外，还让吴氏以后不要进自己的家门。吴氏见状知道是自己之前对王有才太苛刻了，做的不对，立马就给王有才道歉。可王有才是一点都听不进去，就是不让吴氏进去，任凭秀娥在一旁劝说也是无用。吴氏见状就威胁地说道：好你个王有才，现在你发达了，就忘了我当年收养你恩情了，你这样忘恩负义，你就不怕我到官府去告你？王有才听后冷笑着说道：当年是你收留了我，但你是怎么对我的，我是怎么对你的，你现在想想还有脸再来找我吗？原来自从王有才当了上门女婿之后，吴氏对他是100个看不上眼，整天一口一个废物叫着，这谁能受得了啊？要不是对秀娥爱得很，王有才怎么受得下这口气？口头的辱骂这就不算什么了，最可恨的是吴氏让王有才每天都得外出做工挣钱，每天挣不到5个铜板不准回来。王有才只有晚上时候才有空看看书，做做学问，就算是碰到阴天下雨的天气，王有才也必须外出干活，即便是在雨中淋病了，吴氏也不给王有才拿药，让他自己扛过去就完事了。最过分的是，王有才在落榜之后，吴氏对王有才就更加的不待见了，认为王有才这一辈子就这样了，想让王有才尽快离开自己家里，自己好再给秀娥说一个有钱的人家。于是吴氏就对王有才各种挖苦，还以各种理由不让秀娥和王有才睡在一起。最可恨的是，吴氏要把王有才的儿子王小宝的名字改成张小宝，王有才怎么愿意呢？于是就和吴氏争论了起来，吴氏当场就把王有才给赶出来了家门。
还说道，当初答应让你当上门女婿，是指望着你将来能够一飞冲天的，现在你连个进士都考不中，留你还有啥用啊？我替我闺女做主了，把你给休了。任凭王有才怎么哀求吴氏都是无济于事，于是王有才这才是外出谋生的。秀娥拿出自己的私房钱给了他，让他闯荡一番，自己在家把儿子照看好。本来这次王有才是想大家一块过好日子的，但当听到秀娥说自己写的信他一封都没有收到，而且他母亲还一直想把自己的媳妇嫁给一个有钱的人家，这瞬间就把王有才之前的委屈、愤怒全给勾了起来，这才不让吴氏进他家门的。吴氏不服气，不甘心自己女婿这么有钱，他在城里享福，把自己扔在老家受苦，于是就把王有才和秀娥以不孝顺的罪名给告到衙门了。县老爷在得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，对吴氏说道，王有才和秀娥的婚事本就是两家之前就定下的，你之前对王有才做的种种，也不是王有才信口雌黄冤枉你，本官也派捕快去查证了，你现在的结果也是咎由自取。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本老爷也不能因为不孝的罪名给王有才治罪。正所谓家和万事兴，王有才你是读书人，想必这道理你是得懂的，你们的家事还是回家好好的商议一下吧。吴氏本想让县老爷给自己讨回个公道，没想到这县老爷也不靠谱，看来自己还得好好求求自己的女婿，谁让自己以前做了那么多错事呢？王有才最后能不能原谅吴氏呢？大伙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